朋友们，大家好呀！现在我在贵州贵阳的火车站，从南宁到贵阳。今天从贵阳出发凯里。这一次呢，我们体验一下苗族的苗年。像前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四川大凉山过彝族年。这是一个老火车站，贵阳站。候车室3号，坐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其实可以坐动车高铁到凯里的话，就35分钟；坐动车省30块钱，需要2个半小时。我不赶时间，现在什么都讲效率，讲速度。有时候慢一点也挺好的。坐在绿皮火车上，看看火车穿过贵州黔东南的一些大山看看窗外的大山的景色。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2颗最耀眼的文化瑰宝：西江千户苗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区，以及苗族年，一个传承千百年的民族年节，一个展现建筑与风景的震撼规模，一个传承1000年的节庆信仰。在黔东南雷山县可谓是苗族的文化腹地。后天呢，在雷山县举办的苗族年是我此次来黔东南的原因。但在去雷山县之前，我先到距离它30多公里外的西江千户苗寨看一看。虽然听说它比较商业化了，但是不影响我参观其中的苗族博物馆，增多对黔东南苗族的了解，为后续苗族年的影片写旁白文案，积累一些资料和知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来到了我曾在电影里看过的贵州凯里市。有一部电影《路边野餐》，最早知道这一座城市隐秘在群山之中。刚才绿皮火车穿过好多的隧道贵州凯里，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没伞呀！我想起了，我来过这里，在2024年1季度的时候我来过这里，但是只是在这个地方拍了一下菜市场。我的天啊，我还以为我第一次来到这呢。我记得了，我想起来了，在车站前吃个晚餐。你要烤火吗？你要烤火吗？不用，谢谢。雷山只有苗族。要黎平、榕江、从江有侗族。我是过来感受苗族年的。25元的这个回锅肉盖饭。在凯里车站，我花40元拼车一路向东南，前往中国最著名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那么西江位于雷公山南麓，那里被称为苗族文化的核心腹地。再过不久，我将从一个现代化的凯里市踏入一片被群山环抱、拥有1000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它就是要游客必须走它这条商业街大概500-600米吧。这个出租车开不进来，就走到那个景区门口。冒雨走了这么远，看一下苗家观景餐厅。芦笙苗家芦笙。你看眼前那个苗家的帽子银饰帽子好大呀！哇！哇，这头发都湿了，希望不要感冒。
好，到前面来。谢谢。刚才进来门票加观光车是花了110元。我在哪儿下车？你来接我。好。小伙上来了吧？老早上来了。一会儿小伙在这儿来摄影。坐观光车挺方便的，就在这儿摄影最好。住的这一家前景观景民宿。190的那间。啊，这样的啊。对。有浴缸，有个小阳台。那3个房间看下来，我还是觉得这个宽敞一点。这个房间一晚上150元，其他有2间120的、140的，但是比这个面积小了一点。看，这个浴缸也面对着这个观景台的。我从来没有用过酒店的浴缸，它这个是使用的中央空调的。你看，这里看上去呢也挺干净的，墙上装饰着苗族的一些，拉开的话就是那个观景台。来这里也转了几趟车了，也是感觉挺山区的一个地方。刚来到这个地方，感觉你能听到下面的芦笙演奏的声音啊，包括这个灯光也是万家灯火的，就是在这个遥远的山区，竟然是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还是心里觉得挺有反差感的。这马桶是电子的啊。我从来不用这些的，拿了一把伞，再溜达一下。好安静啊！现在想去看一下表演，这位阿姐说可以带我抄近路。您是下班了吗？我下班了。您在这里从事什么工作呀？我在餐厅。餐厅？有编制吗？没有，有什么编制？我们是打工的。啊，你回家要多久呀？我们家在远的，我们去也是40分钟了。哦，坐车要40分钟。你把那手机给你亮点嘛，你不熟悉就走。啊，你看这一片菜地啊，这个居民种的菜啊。您在这里打工多久了？我在这里几年了，3年了。3年了。我原来在下面有个餐厅，这个老板有4个餐厅，他叫我到后面去。那一个月有多少钱呀？我们老太婆才有4000多，没有多少钱。4000多。那不错了。我是苗族。苗族啊。我看苗族女孩每个头上都戴一个发髻哈。你小时候就戴了吗？小时候我们不戴，我们是来这里经常戴一点。一般我们到外面打工那些都不戴，有时候想戴出去吃酒啊，去玩乐就戴呀，回在家也是经常戴的。问他们就知道了啊。啊，好，谢谢你啊。4号桥5号桥那里就是啊。没想到在
叫山旮旯的地方啊，哪怕下雨，哪怕天气不好，因为这个名声打响了哈，西江千户苗寨，所以呢，游客也是来来往往的。这边的一些村民啊，都不用出远门啊，去广东啊，去哪里打工啊，在附近就能找到4000来块钱1个月的工资。本地黑猪肉。走在西江千户苗寨的街道上，可能是因为下雨又冷又湿，内心呢有些失落。花110元门票来到这里，真的值吗？这里和中国成百上千的大量涌现的可免费游览的古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不由想起有游客在网络上对西江千户苗寨的调侃和吐槽，这里太商业化了，与其说是西江千户苗寨，不如说是西江千户民宿、西江千户旅拍、西江千户猪肉串。坦白说，阿叔更愿意随意地走入黔东南一个无人问津的没有游客的村落，也不愿意踏入这一条被包装的精致而熟练的商业街。哇，这天气还挺不理想的，但是游客也不少。我估计不少人也是为了来看苗族年，感受苗族年，就顺带着来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看一看。后天呢是苗族年的一个开幕啊，在距离这里几10公里外的苗山县城。你看这里，有巨大的一个叫银环吧。就挂在脖子上的吧，好像很多的餐厅都有这个民族表演啊。感觉这个河流啊，就包括这风雨桥啊，也是挺美的。虽然下着雨啊，但是别有一番情调。你看这些，这让我很想到江西的这个叫，眼前这条流过西江千户苗寨的小河叫白水河，又称西江河。西江千户苗寨得名于此，它发源于雷公山北坡的翁巴基，经过西江汇入清水江后流入长江，境内河全长16.8公里，天然落差768米，共有大小支流10条，形如一条美丽的白布而得名。好，你看这跨在小河上的风雨桥也是蛮别致的啊，这个有一种丽江的感觉，这个小酒楼、小酒吧。你看这个餐厅还挺大的。在中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文化中，所谓高山流水并非是成语，而是一种生动的热情的宴席敬酒仪式。在今天，高山流水堪称是苗家人的一个文化名片，
那么我们能看到数名身穿苗家服饰的姑娘排成梯队，从高到低，头顶银饰，手持酒壶或酒碗，从上向下依次为宾客敬酒。酒液或酒壶仿佛高山流淌的水，从上往下，形象而热烈。这种仪式多见于苗寨的重要宴席场合，如迎宾、庆典、节日、长桌宴、满月酒、结婚宴等。可以说，高山流水敬酒以及另外一个文化名片长桌宴，已经成为苗族迎宾仪式的重要组成。它体现的是苗家人欢迎来宾、表达诚意、体现主人家的热情与好客与礼仪的一个仪式。这是苗族人欢迎来宾的一个方式。水舞善良，举胆孝顺，一个个心灵手巧，淋漓尽。打一把你这边花都行的。甜糯米酒，甜糯米酒。糯米酒啊。高山流水的一些碗杯。人生常树，心用心，一颗嫩芽，一颗心，风顺常来，便是水灵，潮水游在水里头，一支山歌两人唱，人生长夜数里香，一双彩蝶翩翩舞。这是另外一家餐厅，叫高山流水网红打卡点。
现场的朋友们。中呢，苗家的文字已经丢失，所以呢，我们在传承文化，通过歌舞的形式、服饰的形式来记载苗族的历史文化。在苗家也有这么一句话：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讲的就是苗族的盛装。接下来的时间，让所有朋友聆听到的是苗族传统的乐器芦笙，为您带来非常动听、欢快、深沉的芦笙。啊。好，谢谢来自苗家的安哥用民族的这些餐厅也是挺有规模的哈，就每个餐厅都养了一组的演艺人员啊。接下来表演苗族的舞蹈柴鼓。用手机拍远景，你们看一下。
中漫步。哦，这个临江的商铺生意好得多。这地方好像这个桂林阳朔啊，这边的特色美食就是凯里双汤鱼啊。每座风雨桥都是有编号的，这是6号风雨桥。诶，感觉这种黑毛猪烧烤是这边特色哈。你好。卡好了，10L13好像不要费。啊？给卡口的呢。大桥啊，这是世界第一，能说是世界潮流派中国潮流派贵州啊，我们贵州呢，玉河呢是架桥，玉山呢开洞。玉水架桥，玉山开洞。流水，掌声，音乐起。高山流水呢是在苗寨战士居住的环节了，苗寨人居住是山高水长，山缓水弱，使劲撞，开始了，嘿嘿，让你嘿嘿，哎，大哥，人体重。体重看起来不重，是10哈，来，实力派。啊，送出祝福，左脸一圈，身体健康；右脸一圈，越来越帅，鸿运当头，岁岁平安。现场的朋友，掌声祝福。啊，再扫一个，再来一圈。好，尊敬的各位来宾，现场的朋友们，再次的感谢所有朋友来到西江街铺苗寨。这个鞋啊，包括裤脚都湿透了，来这里烤一下火。高山流水啊，苗族的高山流水就成了一个体验项目了。在为你吃一块肉，这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欢迎来宾的方式。好，打两位，多两位，有餐开心，礼盒一块。这是4号桥，江上有1、2、3、4、5、6。哇！现在拍照的主要客户好像不是年轻女孩了，是一些阿姨呀，或者是。双手这种轻轻拉开裙子，对，很好，身子往前面倒一点，哎，对，头回正，哎，好，脖子往前推，哎，对，很好，一点点就够了。苗家毛豆腐。
来小土豆吗，帅哥？来份小土豆吗？还是毛豆腐？朋友们，你们吃过眼前的毛豆腐吗？你看，毛豆腐，舌尖上的中国毛豆腐，传统工艺发酵，健康益生菌。毛茸茸的。哎，发酵的啊，那我们当地的玉米吃嘞。啊。新鲜糍粑、花生芝麻馅、双汤，各种双啊！这边喜欢吃双汤鱼都有，各种的双汤小黄牛、稻花双汤鱼。在黔东南地区有一句谚语叫“3天不吃双，走路打捞串”。我在黔东南住了几天啊，可以说是大街小巷到处是这个双汤火锅、双汤鱼、双汤牛肉，就是当地人是这么说的，因为以前缺盐啊，所以呢，当地的居民以霜代盐，以霜补盐。而且黔东南呢，位于贵州高原偏东南，湿气重，降雨多，日照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人体容易湿困，食欲低，食材呢容易腐坏，胃口呢也常被潮湿的气候影响。那么双味呢能开胃，提升食欲，促进消化，在高湿的环境中呢更容易储存食物。所以呢，黔东南也好，凯里也好，可以说是无双不欢的一个地方。比如这里的苗族、侗族啊，创造了大量的双食发酵做法，双汤、双肉、双鱼、双菜、双萝卜、双豆角、双辣椒。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些都是把食材保存更久的智慧。一个人能吃完吗？肥牛相间，涂肠鲜毛肚，鲜切牛肉，巴沙乌鱼片，藤椒牛肉，油面金球，鲜嫩鸡片，招牌红双锅底，里面有西红柿，自助的一个调味料，蚝油、豆腐乳、沙茶酱，自助调料。这个双汤火锅的话很酸啊，就是无论牛肉、鸡肉、鱼生啊，就咬到嘴里就觉得好酸啊，就哪怕你蘸了这个蘸水，它的这个酸味还是略占上风的，食物的原味好像被酸味给掩盖了。下点油麦菜，我最喜欢吃油麦菜。一个人吃火锅，战斗力不够啊，这些都吃不完了。想不到这还有麦当劳。回来了，哇，又冷又冻又湿的，朋友们晚安了，我们明天见。赶紧把鞋换了，全湿透了，明天怎么办？这个床太软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硬一点的床，但是这个空调是挺给力的，但是开一会儿呢就得关了，不然就感觉特别燥热，关了一会儿呢又觉得有点冷，就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听到鸡鸣声了，我们看一下黎明时分的西江千户苗寨，多少人啊，前赴后继的，就为了眼前这一幕景色。哇，终于天晴了，山间飘荡着云雾啊，这种特别像武侠玄幻剧的一个景色。早上的6点47分，西江千户苗寨是隶属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哈，海拔有876米，这个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这个是一个消防的救生绳，
像这些木头房子的一些村落啊、寨子啊，它的消防啊，包括它的一个逃生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消防绳就挂在这里，然后就如果发生火灾的话，及时的从这个地方逃生啊，就爬着救生绳往下爬。你看，昨晚已经把所有的设备都充得满满的电了啊！也是多亏这空调啊！昨天晚上我把这个鞋子、袜子还有这个鞋垫全部拿出来了，烘了大概20分钟就全干了。昨天就被水都浸透了，都能拧出水来那种感觉，又能穿干爽的一个鞋袜了，不用被冻着。哇，开心！今天晴天了，朋友们早上好呀！我们逛一逛这一个仙气飘飘的寨子。